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准备的食材，我们总共花了大概1100块，然后来教大家如何快速成为一个能够做出可以跟五金行还有材料商交换材料的菜色。而各位，我跟你讲，今天了不起了，你知道在我们身后的这个厨房，目前搭载着一个高科技的东西，屌炸天哦，电浆。今天我们要用电浆做菜，所以我们来进到今日菜肴的重头戏，传香好几十年的控肉饭。用咱们说有提香，就这样子，就猪猪啊，就这样就好了。本就是算是我妈的小小的这个提香的小美感。公司经营最重要的一块就是开源节流。我打开我的 APP， 看着我的沛纳海。上个月公司的信用卡，我看同事光吃饭就吃了4万多块，10月都还没过完。我看再这样下去，我们肯定是会被吃倒的。我就长大。那我们就很饿啊。为了解决这个公司的问题，所以今天我特别请到了一个工业区的王牌来替我们想办法。为什么今天是主任？有主任嘛？因为我们超认真厨艺学院现在已经教会了非常多人如何做菜了。但是我们今天为了拯救所有收看我们频道的男性朋友，如何成为一个爱家的好男人，或者是如何对待你的另一半很好，或者是煮饭给家里人吃，今天我特地请到了我们工业区的王牌，再次强调，当时他做的料理是可以在我工业区里面换铁板、换材料、换不锈钢的。拿出他的空肉饭，拿出他的臭豆腐，在工业区里面，我是可以拿来换工具的。想当初我公司创业的时候，只用了10万块啊，连材料费都结不清。我们都是靠什么？靠料理，以物易物啊！所以我们再次掌声欢迎我们超认真厨艺学院的院长超妈妈。他想把我进来，我妈妈。厨艺从12岁，她就能够煮饭给他们全家人的吃。曾经跟傅培梅学过做菜，所以我能不能讲说我师承傅培梅？这个现在要讲得很清楚哦。我妈妈跟傅培梅学过菜，我跟我妈妈学过做菜，所以我跟我傅培梅的学生也是我妈妈学过菜，可以吧？可以给过吧，网友？绝对不可能！以前傅培梅不是都有出那个食谱吗？有没有哪一个是食谱里面没有写，但是你以前你跟他学的时候有学到的？洗猪肚啦，比较特别的啦，还是说泡一些干货啦，豆皮怎么样保存啦？上课才有教，对，上课才有教到。食谱看不到，所以今天为了请我妈妈来拯救我们这个公司的支出，也因为同时这次有2次新同事的加入，我们一样老惯例，员工训练，掌声。所以今天我们总共要用1000块来做出板德料理，来解决你们这个伙食费的问题。到底你们是怎么吃可以吃到4万块的？我真的是想不透。花费啊！那我们员工训练今天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买菜啊！买菜，好，大不要紧张，菜已经帮你买好了。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买菜，我们菜才买了500多块，酒你们买了2000块，所以这次我们先帮你们买好了。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准备的食材，我们总共花了大概1100块，超过一点点，跟你们这4万块比起来一点都不算什么。那我们特别请到了这个超认真厨艺学院的院长，然后来教大家如何快速成为一个能够做出可以跟五金行还有材料商交换材料的菜色。而各位，我跟你讲，今天了不起了，你知道在我们身后的这个厨房，目前搭载着一个高科技的东西，你看得出来是什么吗？屌炸天哦，电浆！今天我们要用电浆做菜，听起来蛮健康的。请问院长，我们今天要做出哪10道料理呢？今天要做的料理呢，猪肚四神汤、红烧控肉。红烧控肉，等一下值得完全拍一个。这个我妈的做法是很屌的。还有牛肉卷牛蒡、味噌青鱼、韩式黄豆芽、洋葱鱼干凉拌的，然后番茄炒蛋，还有蚝油芥蓝。番茄炒蛋跟蚝油芥蓝，这个我觉得这2个是属于是救命神菜。就是你如果回到家里面，小孩在哭，爸爸在哭腰的时候，很快速能够出来的2道菜。还有大炒胡椒虾。胡椒虾通常在外面买都要500块，对不对？很贵哦，很贵，很贵。最后一道菜是空心菜炒沙茶牛肉，这样子，总共10道菜，1000块搞定。所以为了让你们以后不要再这样子乱花钱，我们决定在今天培育出我们的小队长。超认真厨艺学院现在有院长了，所以我们现在有主任，我们要选出一位小队长。这位小队长可以怎么样呢？选出这个伙食费加1000，不行太少，不然这样子，我们为了鼓励同事认真的学习多样技能，今天你能够最后没有被院长淘汰掉，存活下来的人，我们年终就直接再多加1个月上去了。加1个月上去。没有，跟你讲，会开公司跟不会开公司的人差别，你知道吗？你以为我给了他1个月的薪资当年终奖金，你觉得花的比较多，但是你要想哦，后续的这1年后，他就会自己买菜咯。
你们现在是1个月就给我花了4万块哦，所以以后那一个人就负责煮饭。谁弄到小组长？但是他有年终多1个月。本次的参赛者有跟我们已经接案了3年，现在刚进入公司几个月了3个月， ？3个月。泰山，你的专长是做什么菜？我不会做菜。曾经经历过2次厨艺挑战的制作人葛罗利亚，您的专长一看就不是做菜，我还是有拿手菜，什么？荷包蛋。下一位是我们的新同事方宇，你会做菜吗？会，很会。超级会，在家里是帮忙煮菜的大臣。拿手好菜是卤味，卤味。你知道这个人可是卖卤味卖了10多年，我从小是被卤味摊养大的人哦。我们家还有老卤哦，你要再挑战他卤味吗？不敢，那我先淘汰。最后一位也是参与了2次员工厨艺训练大赛，佑佑在职之力5年，然后厨艺之力里面，你上次有学到吧？可是我顾喝酒，所以是可以喝吧。待会我们中间会有院长出题，那他不适合待在这个厨房里面的，他就是出去。因为厨房太挤。厨房太挤，你看我们还会做人。好了，那我们就开始做菜吧。我们准备先葱姜蒜，要爆香，所以我们先剥蒜头。你在干嘛？就是好像蚝油芥蓝。 OK，你说我们的菜嘛，对啊，蚝油芥蓝。这不是芥蓝吗？那是最后一道菜呢，为什么你要先做最后一道菜呢？而且那个菜还没洗啊，我们今天总共要做10道菜，为什么做菜要有顺序呢？一定要这种顺序啊。最难煮的、时间最久的要先准备，要先煮；那个最快的、要正热吃的芥蓝牛肉，那个要最后一道菜有没有才做。你顺序错了，所以你被淘汰了。超快，超快啊！会这么快打赢？我跟你讲，我们院长，我认识他30年了。哦，你不要看他这样笑笑的，依照温高温格，怕干那个。太摸公鸡啦！院长很严格，我会洗菜，很简单。应该是践踏在我的尸体上。没错，这是新装的。新装买北投的嘞。洗菜高科技，院长从小教我做菜，但是所有的工业科技的东西都是我教院长。我想回去评价这一般来注意，一般来注意嘛，好，来注意这白小比拿小的时阵哦，什么？电浆米，这个叫做电浆。我来用做菜做30年哦，好，我们在为下面用电浆洗菜。电浆灭菌啊，你知道空气当中哦有许多的气体，有氧气啊，有氩气啊，哦，有氮啊，就是奇怪的事。而这个气体呢当中，你可以把氮抽出来，抽到这个水龙头里面，利用大气电浆的技术呢，电解空气中里面的氮气，它能够产生一种活性氮，叫RNS， 还有活性氧，也就是 ROS 的物质，它将这个气体呢混入我们的自来水的管道当中，所以我们这边的水打开来，它却有灭菌的效果，超屌的吧？这不是我胡乱的，因为你知道瑞士会有一种认证的机制叫 SGS， 也就是说呢，你只要按了这个触控文件，它里面所出来的水就可以灭掉99.9%的菌。我们的像抹布会臭嘛，或者是像我们的蔬菜里面都会有一些水溶性的农药啊、细菌啊，有的没有的杂质啊，然后你就可以用这个直接去洗，而且你知道它是不用耗材的，因为你的耗材你知道什么吗？就是空气。你是不是要讲水？你看它嘴边是空气，水。你这句话讲得不错。水啊，嘿，而且你知道它的装置叫什么吗？就这个热合桶的里面，超小，就这么小一台，它就会抽空气，然后打进去。它的那个装置叫电浆活化产生器，但是你买那一台没有用，因为它跟上面的水龙头是联动的，所以其实你可以就用电浆杀菌的这个方式，然后去洗手啊、洗你的抹布啊，或者拿来泡抹布，它就变得不会臭，真的很酷。这是一个物理性杀菌。你如果不知道电浆杀菌是什么原理，我跟你讲，ChatGPT， 请告诉我电浆杀菌的原理是什么？电浆杀菌主要依靠高能量的活性粒子。请问电浆杀菌的原理，把它用到自来水里面是可能的吗？是的。各位，你不需要 GPT， 我就是你的 GPT。其实，在很多医院啊，跟一些公共空间，就是很多人他们其实是用这样子的原理，然后再达成那个杀菌灭菌的效果。所以现在如果你要在你家的水龙头啊上面加那个电浆的活化产生器，跟装上面的那个水龙头，你就可以去找一个马桶的品牌、卫浴的品牌，凯撒电浆灭菌厨房龙头，就这个龙头锁龙头，这样
拉龙头，拉龙头，转龙头。转龙头。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讲，它杀菌不代表它能够直接拿来喝哦。喝的水，它里面就是你要过什么活性炭啊、RO 膜啊，然后要过就是滤芯，它这个是没有过滤芯的哦。这个水，我个人还是倾向于建议就是清洁啊，然后洗菜啊，然后或者是洗抹布洗抹布，洗手就是洗手，达成一个很棒的清洁效果。所以目前淘汰生存的剩下4位，按照刚刚的顺序做菜，第一个我们要先做汤，所以我们要先做猪肚四神汤。来，麻烦你，猪肚四神汤。猪肚四神汤首先需要什么？猪肚，总要有猪肚吧？对，那四神是哪四神？不知道，我不会做菜。所以四神里面有包含什么呢？有山药，有芡实，有莲子，有薏仁。啊，这个洗一洗，猪肚洗一洗。来，我们就来准备。老板刚刚有教要先开这个，然后开始洗猪肚，啊，你怎么洗？直接用水洗。哎呦，你直接出局好了。有没有可能是不是不能开那个？长辈无法接受新科技，再给他一次机会，那我知道了，不要开杀菌，直接洗。直接洗。不是这样洗，你直接出局了。我来，猪肚要洗干净，要放面粉，然后呢倒点沙拉油。才不会有那个臭臭味、腥味。先把这个外面，先给它这样子搓一搓，再给它冲掉。安尼，这样子，我们再来烫一下猪肚。猪肚你知道接什么？接大肠，大肠里面有什么？大肠里面有鳃，所以你就是要这样子洗，才不会有那个鳃味。不然你去外面吃到一些很难吃的四神汤，你若是感觉讲那个臭油香味的时阵，你得刚头会讲。头家我跟你讲，你要用沙拉油跟面粉都会洗，较无黑黑。那我们现在用极快的速度教大家怎么样快速制作好猪肚四神汤。好，咱甲烫一个，较滚一下。四神那两个鼎就是这边就是要穿烫的，然后这边呢，咱就要来刻中药材。中药材这呢，咱甲洗一下，洗一下了直接中药材下去。中药材啊，直接放下面，所以要拌一下，拌一下就这样烫好了，对吧？咱就拿起来，甲切一切，这样就可以放下去滚了。再甲伊切碎了，再上垃圾。是一只黄白白位，这个位是上垃圾的位，上到异味位置就是一只，所以就给烤烤嘞。咱等下来切啦。你切时阵爱把这个油脂给断掉，像这食咧伤肥。好，四神猪肚汤就是如此简单的完成。分2个锅子烫一下，切一切，丢进去，四神倒进去煮汤，结束，你获得了第一道汤。我们已经做完2道菜了，你还在干嘛？在这边剥蒜头就不会被出局。什么意思？不要做其他事，就可以生存到最后。这也是一个好方法。所以我们来进到今日菜肴的重头戏，传香好几10年的控肉饭。控肉饭听起来很难，但我跟你讲，我妈的做法超简单，抄家派一锅到底技法。控肉如何准备？葱、姜、蒜，放一点辣椒。辣椒主要是为了漂亮啦，其实也不太会辣，对不对？对，不辣，这个不辣。喜欢辣的可以放小米椒啊。控肉要买的是五花肉，五花肉油脂，啊有人爱食较 Q 的，就用买后腿肉，安尼就会使啊。好，咱就要开始准备开火，因为这五花肉做油的嘛，咱就直接给它摆落去，等一下再放油。欢迎，来，好够了。加一点油，中间把你刚刚切的葱姜蒜把它加进去，爆香，然后再加糖，糖在旁边做焦糖，这是焦糖香，再不要去碰它。开始这样摸透的刀，来开始用肉甲剁剁嘞。哦。这都甲剁剁嘞，这就是焦糖，这样你的肉等下就会bling bling会亮亮的。然后还会有焦糖的香味。转中小火，然后就开始拉了。
阮拢掺绍兴酒，来绍兴酒，安尼差不多。你不用加一点米酒，一点米酒，绍兴酒跟米酒太快了。太快了，我妈做菜就是这么快，她要跟上绍兴酒，然后再放米酒。清的豆油、甲高的豆油拢会使。煮啊，先盐锅边。先莫掺伤济，咱若无够，咱搁加。爆香。再来，咱个倒一撮可乐，用可乐甲肉腌过，然后大概倒到肉的一半多一点点，一半多一点点，安尼就会使啊。用掺一撮五香粉提香，有掺无掺拢会使。就这样子，一煮煮啊，就这样就好了，然后把它拉到汤里面。对，五香粉就是算是我妈的小小的这个提香的小美感。东区太平大理那边的老板，你们吃到的就是有加五香粉的。这个基本上酱油的浓度，看到你家的口味哦。你家如果吃的比较重口味，那你酱油多一点。那我劝你还是先分段式的加，你可以先加一点，然后再慢慢越加越多。然后电锅你可以先放一杯水进去煮，啊记得放外面哦，不是倒到这个里面，倒外面好。那如果之后还不够的话，如果还不够热，那你就再一杯，好，这样子盖起来，大同电锅，你的好帮手。各位，我怕因为大家看别的顺序会乱掉，所以我先把这个先剪在一起。也就是说呢，我们电锅好了之后呢，我们就会拿回来，好，再把它煮收汁。这个时候，因为你用比较大的火嘛，所以你的这个汤汁呢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它收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收到就是你先试试看看这个低碱。好，很好，那你就不需要调整了。啊，如果你觉得还要再甜一点，还要再咸一点，哦，你就可以在这个时候再稍微再加一下。那最后你看这个画面是不是还不够漂亮呢？所以我们在上菜前，我妈通常会做最后一个顺序，就是加葱尾。那刚刚葱白是下去炒的时候有加嘛？哎，然后最后是加这个葱尾，然后去收汁，然后拉了吗？拉嘞，就这样子，噔噔噔噔，这道菜就完成了。来，各位，在正片里面，我们刚刚有10道菜嘛，好，我们剪到现在呢，只剪了2道菜。然后我们为了让我妈妈的这个很多的料理，它能够留下来，大家可以快速的学到，我们其他的6、7道菜，我们就放在会员影片里面给大家。你只要花一杯饮料的钱，你就可以看到我妈的全部的做菜食谱，里面基本上你就照她随便做，一定好吃。也不要说看正片的朋友，好，免费仔们就是没办法搭一个完美的料理。你们现在应该学到了四神汤了吧？学到了控肉了。那我再帮大家配个黄豆芽，好不好？当个小菜嘛，啊，或者是这个辣炒胡椒虾，学一次马上省500、省600的也教给大家。所以现在我们来教大家做这个韩式黄豆芽，也是一个我们家很常出现的一道菜，非常好吃。首先，黄豆芽就是先洗豆芽，洗豆芽总不会出局了吧？而且步骤第一个要先泡，哎，泡3分钟之后把水倒掉，再洗。等一下。泡3分钟后倒掉，这个不在食谱里面。你知道这是否什么吗？否电浆。否这个要，否电浆。不然你得泡那个蔬果液之类的。3分钟后把那个倒掉。院长，他这样搓洗可以吗？搓这样。不是，就这样。啊，出局了。来，下面一位。你现在看到这个，还有桌上我们没处理好的食材，好，总共记得全部花费1100块，1100块。我们等一下晚上会变出10道菜出来，继续看下去。这黄豆芽爱煮，互伊有色，爱滚2-3分钟，啊，甲家水够弄掉，啊，过一下冰水，啊，就用放酱就好了。那我可以吃东西再回来吗？啊，你出局好了啦。我出去。我妈严格。这滚了嘛，豆芽菜这样可以啦，啊，咱就甲伊切掉，开始勾掉。过冰水后，你甲拌一拌。这跟荞麦面的做法一样，弄点冰水，比较脆。比较脆。来，开始来拌酱。你个韩式辣酱，啊，这咸哦，莫弄伤济，这看你的口味。麦芽，再来蒜。刚刚切的蒜。好，
安尼咱就开始拉咧，附加开始豆芽菜就去搬落，好，好。安尼开始了啊，五虎下山。五虎下山什么意思？对呀，这是五虎啊，虎之虎。就这样子拌一拌，就完成了一道菜。这个是韩式黄豆芽。好，我们要来教大家最后一道菜了。这个最后一道菜叫胡椒虾，超简单，超好做。现在目前唯一生存的人就是我们的新的设计方宇。我的策略就是默默做一些不会被院长发现的事情。处理虾子的时候，你可以把后面先拿划一刀，然后把它的虾肠拉出来。那你这样子就跟猪肚的原理是一样的，你才不会夹掉一了。刷刷。那我们现在就来进到爆炒的部分了。走。放送事故，放送事故。你看这个人，他连用个蛋黄太酥，失败了。你看，为什么他这么早就被淘汰？一定是有我有盖盖子。你看蛋黄酥长怎样？蛋黄酥现在是，你知道我们吃法式蛋黄酥是用叉子这样慢慢像糕点一样这样吃，我们不吃整颗的。加热的蛋黄酥，你为什么可以把它加热成这个样子？错吧？熔岩蛋黄酥。一摇像传流一样，错的。可怜呐、你要炒无？胡椒香。不会。好，我甲你教。来，这鼎给无水啊，咱就用豆油。哎呦，虾啊，我洗好啊，是哦。你若无切切的，等下蛋会漂。好，来，我你开，对，直接接蛋，嘿，唔好伤大个。输大嘞，输大嘞。伤大个混哦，危险哦。安尼。边啊。沿着锅边，嘿，对，来，拢蛋了，较紧的。啊，无第一个已经熟啊，上尾的还未熟。好，开始来炒，炒到虾啊熟，过来。咱就掺葱、姜、蒜，跟辣椒2个，大家拢甲掺落去。大火快炒。市面上拢买得到的迄个胡椒粉。安尼，关火，好啊，关的就好啊。快吧，简单，就这样子，好了。好，安尼好啊，安尼你会使出去啊。出去。好的，以上各位，你是不是有看到我们非常简单的瞬间做出几道菜？那如果你喜欢这个工业结合厨房的主题的话，那你欢迎可以帮我们按订阅或分享。那之后接下来我们就有几道菜，就把它放在会员影片给支持我们的所有会员观众们看。基本上你只要用我们这几道菜做出来，你一定都变帅哥。那最后在收尾的时候，你只要简单的擦一擦，打开这个水龙头，把你的张抹布丢进去泡。不用加清洁剂了。不用加。除非真的是非常非常夸张啦，你拿去磨什么红牛油啊，不然就是麻辣锅这种，不然基本上你如果是简单清洁，你就泡了就好了。身为一个工业原理的频道，你知道为什么抹布会臭？它其实就是你切葱姜蒜啊，或者切什么东西上面都有一些细菌嘛，然后细菌在滋生的时候，那个就是细菌在那边的味道。然后因为电浆活化水它的特性就是它会破坏细菌的那个细胞壁啊，而且没有细菌的时候，你就比较不会有臭味。而且最大的好处就是，嘿，你看它就像水一样，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手非常脆弱的人，不像我们工业男子的皮肤很坚强，而有些人碰到什么酒精，碰到什么一些清洁剂，你手就会受伤嘛。因为它是经过 SGS 认证，30秒内可以把金黄葡萄球菌，然后还有各种就是其他常见的细菌灭除掉，所以我才装的。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把这个工业科技带到厨房里面，还蛮酷的。除了煮出好菜之外，你也可以有一个健康的好环境哦。然后最后再提醒大家，欢迎你可以加入会员，然后可以学会我们如何快速做出好料理。那我们下礼拜再见了，拜拜。好，饭嘛煮好啊，菜嘛煮好，叫爸爸来食饭。叫爸爸吃饭。爸吃饭，爸吃饭啊！你知影迄空肉，剩那边怎处理无？迄个汤会用落去炒米粉、炒饭。迄个肉老剩啊，切切了，就去控高丽菜，就变出2道菜。控高丽菜。你今天有讲到你们有个特殊技能，什么？他技能就昨天的喷变成今天的新菜。他有个能力是写轮眼，他可以拷贝。我们就带他去吃米其林的餐厅，马上可以拷贝回来。我那时候吉米吉那个加盟店有好几个来我家里学呢，学卤味，他们回去 copy 啊，copy 也出来。因为有认识人，他跟我们讲说可以去加盟。可是那时候的他有分3个阶段的收入要达标，可是我们夜间啊，因为和平街都没有人，所以我们夜间的就没办法达到那个。一个晚上要8000块。
哦，一个晚上8000块，晚上12点到明天的6点早上6点、7点，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没有办法，所以就不能加盟。可是他在我们家门口，他发现奇怪，我们的客人怎么进来买了就出去买了就出去，他很好奇，到底我们卖的东西为什么东西这么贵？他发现那个卤味超厉害，就这么简单。就看家里面的时候研发的那个厨具。那个时候以前那个是我那个一开始是我爸去弄的，找人家做啊。我那个格子一格一格那个时候。然后他看那个他做的时候。这样就半年后就全部都推出关东煮，那个格式就是我之前的。那时候你没跟他讲说版权？没有，还是就要改一个。